最近买了几个小东西，刚刚到货。首先是这种板子啊，叫 ESP32 S3 版本的，是一个开发版。还有一个是一个电子显示的墨水屏，2.9寸的，支持2级灰度，支持局部刷新。那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我现在用 OpenClaw 其实挺多的。那有一个很不爽的点就是响应速度跟用聊天工具比，它的响应时间要长得多。任务复杂点，时间长的时候需要几十秒甚至几分钟才返回一个结果。那甚至有时候他都已经把活给干完了，也不吭声，我都以为他挂掉了。所以我的想法是，能不能把 OpenClaw 正在后台干什么，是在正常干活，还是挂掉了，还是在调用工具等等，类似这些信息显示在一个外部的硬件设备，一个墨水屏上。那发起任务以后呢，如果没有马上响应，我就可以时不时的瞅一眼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就是提供这样一种掌控感。那万一它真的是卡住了，报错了，你也能够及时的发现，去干预。主要就这两个作用。我初步研究了一下，这个想法通过刚才的这两个简单的硬件就可以实现，而且呢，在 AI 的辅助之下，并不复杂。但是呢，可能大部分朋友跟我一样，在这方面都是小白，所以呢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板子。这里面呢有一个双核的 CPU， 单核的主频大概是240兆赫兹，自带一个8兆的运行内存，然后是16兆的闪存。这个闪存呢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电脑的硬盘，而且呢，它还支持蓝牙 5.0， 有 WiFi， 能联网。好，那我这2天呢就会研究一下，争取一步一步能够把这个功能实现。 2 days later。 本来我以为要花1周的时间才能搞定，没想到2个晚上4-5个小时就完成了，我自己也很意外。接下来就看看成果。你现在看到的是同一个任务的2个视角，左边是飞书界面，我准备给 OpenClaw 发一个需要耗费点时间的任务。右下角是桌面上的墨水屏，连接着一块 ESP32 的板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发送任务。好，屏幕已经有反应了，显示已接收。现在屏幕变成了工具完成，还可以看到前序执行了工具调用的操作。接着进入整理中，注意这里又出现了一次工具调用完成。可以看到这次调用的目的是查资料，完成资料查询，再次进入整理阶段。好，飞书这边呢已经出现回复了，墨水屏也回到了空闲状态，并记录刚刚已回复。除了主状态呢，屏幕下面还会显示模型、本轮用量、上下文占比以及今天累计处理的任务和 token。项目之所以可以这么快的完成，是我和 Codex 协作的结果。在这个协作过程里，我负责现实世界， Codex 负责工程世界。第一步，我先负责把现实世界的信息告诉 Codex， 我把我想实现的功能、购买这些硬件的亚马逊的链接，包括这些板子、屏幕、线材的照片，通通都发给 Codex。Codex 来负责教我怎么接线，怎么连接电脑，还有怎么验证这些硬件的状态是正常的。那这一步非常顺利，我很快就点亮了屏幕。接完线，剩下的底层配置基本上就全交给了 Codex， 他负责写程序上传到开发版，调驱动。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之前顺利了。刚开始呢，屏幕不是不显示，就是上下颠倒，左右镜像，字母呢像照镜子一样反着，所以我们一轮一轮不停的试。我给墨水屏拍照， Codex 根据照片判断是旋转问题、镜像问题，还是底层扫描方向的问题。那最后终于把方向调正了。接下来我们让这个屏幕不只是显示 demo， 而是真正的能够连上 OpenClaw。Codex 在云端服务器上做了一个状态服务，负责读取 OpenClaw 后台的运行信息。ESP32 通过 WiFi 每隔几秒去服务器取一次画面。也就是说，这块小板子它不是靠数据线通信获取数据的，而是自己联网刷新状态。
那连上 OpenCloud 之后呢，就是产品的打磨了。大家刚刚看到的界面其实已经经历了10几20次的迭代。我不断的提要求，比如说觉得空间浪费大，它就重新做布局。我觉得刷新太慢，就把轮询从30秒压到3秒，同时加了防屏闪的保护。那中间的迭代验证速度是飞快的，因为 Codex 它会把界面的渲染图直接在电脑上发给我看，确认了再发给墨水屏。我想如果是我自己调代码自己改的话，所花的时间所经历的痛苦都会多得多。最后它还让这个状态服务在云端24小时常驻运行，这样我桌子上的这块板子只要是通电状态，就能随时显示 OpenCloud 的最新情况。当然了，它现在还很粗糙，线还露在外面，也没有外壳，供电也不优雅，需要插一根电源线。但是它已经能够真实的告诉我 OpenCloud 正在干什么。它让一个原本像黑箱一样的龙虾后台变得稍微可见了一点。那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证明了一件事，很多以前我不会碰的硬件项目，现在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开始做。我不需要一开始就懂所有的底层细节，而是先提出需求，再通过 AI 一步一步的把现实反馈转化成可运行的东西，这就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在这里呢，我其实有一个感慨啊，别看这个东西不起眼，听上去性能参数平平无奇，但是呢，这是跟现在的主流的电脑比。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历过个人 PC 刚刚兴起的那个年代，也就是上世纪的90年代末，在486、586的那个时代，486的单核最高版本也就是100兆赫兹的主频，远远不如这块板子。后续的586，也就是奔腾，初期主频也只有60到100兆赫兹，到后期才有200多兆赫兹，而且还是单核的。那再考虑到内存的话当时的主流内存是4兆，8兆已经是很高的配置了。而且当时如果要上网的话，只能是插网线，有线的，需要给主机插上一个内置的猫，那个卡呢跟显卡是差不多大的。那现在这样一块那么小的板子上面就已经整合了WiFi 芯片。另外呢，当年买这么一台主机大概要上万人民币。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平均月收入也就500块，那买这么一台电脑需要20个月的工资，想想是挺夸张的。所以不得不感叹这个摩尔定律的效果最后呢，说一下价格，因为我在美国买这些东西呢，相对于国内是有明显的溢价的。这片 ESP32 如果是单买的话，亚马逊大概是10到15刀，那我找了一个比较便宜的，3片是18刀，相当于一片40块人民币。国内我看了一下，大概只要15块钱。这个墨水屏呢，自身带控制板和线，我买的话大概是200块钱人民币，国内大概是80块。那我想如果以后需要大量采购的话，还是会考虑从国内买了再海运过来。